天雷是昨日午时劈落的。前宗主转向莫玄宇，昨日午时初至午时末，你在何处？莫玄宇想了想，昨日午时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在家。可有人证？这个没有，我一人在房里睡觉。赵宗主怒：50日中，天已大亮，你还睡什么觉？自然是睡午觉。那个俗话说得好啊，不做50眠，日长安可度。你家中4口，竟无人证明，不是还有7个仆人吗？连仆人也不曾过问你。睡觉不能被打搅的嘛，我事先知会了他们，谁也不要来找我，否则我砍他一只手。当真是个疯子。那么50前一个时辰，40初到40末，你在干什么？莫玄宇又想了想，我在和家里人说话。说什么话？让他们待会儿都别来找我。赵宗主又怒，一句话要说那么久吗？这个我家里人多地方大。赵宗主还要骂，被前宗主一把拉住。辰时初到辰时末呢？在磨刀。磨刀作甚？为砍手做准备。钱兄，别跟他废话了，让他赶紧滚吧，后面这么多人排队呢。这人疯都已经疯了，说的也是疯话。赵宗主不明白前宗主还在他身上执着什么，谁料前宗主忽瞪起眼睛，大手一挥，斩钉截铁道：把他带走。此言一出，全场皆惊，几名修士立刻逼向莫玄宇。莫玄宇抱着小花驴瘫倒在地。啊，你们干什么？有人抱住他的腿，有人捉起他的胳膊，想将他从驴身上拨下来。可这莫玄宇就像扶不上墙的烂泥，屁股往地里扎了根，竟拉也拉不起来，拖也拖不走。有话好好说，别动手动脚的。一时间叫骂哭喊，人吼驴嘶，乱作一团。赵宗主实在看不下去了。钱兄为何抓他？方才他一番话中有2个破绽。赵宗主其哪2个破绽？其一，他的话看似狗屁不通，实则有诡异的逻辑。他根本不是疯子，是在装疯卖傻。原来如此。一旁看戏看了许久的造衣修士道：可他也从未说过自己是疯子啊，疯与不疯，还不是赵宗主一锤定音。这里就涉及到另一个破绽了。其实我认得这位莫玄宇。全场再次一惊。什么？和这莫玄宇一来二去纠缠，已费了不少时间。如今他竟开口表示他识得此人。赵宗主不可置信：钱兄，你认得他？他是你什么人？他不是我什么人，他是兰陵金氏。可我相信在座各位或多或少都听说过这个名字，兰陵金氏的外姓门生莫玄宇。一提起兰陵金氏，顿时有几人回想起了什么，茅塞顿开。莫玄宇，那个骚扰同修被赶出家门的莫玄宇。对，这么说来我也听说过，好像还是金老宗主的。不错，这个莫玄宇在兰陵金氏门下修习了2年，虽然后来被赶出去了，那也是正儿八经在兰陵2年。就算他什么也没学会，也不该对仙门中事一无所知。他没害疯病，说明他可以控制自己的言行。可他方才刚见我们时是怎么说的？他不认识夷陵老祖。一个在金家修习了2年的人，怎么可能不认识夷陵老祖？把他带走。话音一落，几名修士又开始把莫玄宇的胳膊腿儿往外卸。慢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莫玄宇上蹿下跳，鬼哭狼嚎，嚎了一阵，发觉无用，忽又大叫：思追，小思追！众人回头一看，不远处正行过一群白衣飘飘的仙影，闻声也向这方望来。原来是姑苏蓝氏途经此处。蓝思追看见了莫玄宇，眼前一亮，向身后长辈说了几句，赶上前来。莫公子，你怎么也在这里？这是在做什么？前宗主看看蓝思追，又看看莫玄宇。你们认识？蓝思追向几位修士行礼，再一打量4下，顿时明白了七七八八。天雷预言一旦激起千层浪，短短1日不到，在大梵山附近蹲守盘查的修士数千余，莫玄宇看来是被盯上了。他修行鬼道，着实可疑。但念及当日救命之恩，蓝思追道：这是莫家庄的莫公子，前几天我们见过。姑苏蓝氏不愧为4大家族，哪怕是个小辈，说话也极具分量。赵宗主释然：既然认识，应该不会有错，便放了吧。你确定他是莫玄宇？方才聊了聊，他的话驴唇不对马嘴。
你最好再确认确认，核实一二，他有没有异常，有没有使用过什么邪术。蓝思追憋红了脸，迎上莫玄羽殷切的眼神。应该是确定的。好不容易打发走几人，蓝思追将莫玄羽从地上扶起来，帮他捡回牵驴的绳子。莫公子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最近这片地方不太安全，还是不要单独行动的好。莫玄羽拍拍身上的灰，我知道，夷陵老祖要重生了，对吧？没关系，不妨事，我就去大梵山转转。蓝景仪恰好也过来，闻言诧异：大梵山？你去大梵山做什么？在他眼里，莫玄羽还是个手舞足蹈、胡言乱语的疯子。大梵山近来怪事频发，相传有食魂兽或食魂煞作祟，是修士们夜猎的宝地，对普通人而言极其危险。莫公子，我们也正要去大梵山，不如同行吧。不用不用，我认得路。蓝景一怒：你还认得路？你赶紧回家去吧，这地方不是你该来的。莫玄羽抱起双臂：什么叫不是我该来的？夜猎讲究公平竞争，大梵山也不是你们家开的呀。蓝景仪更惊：你是去夜猎的？就你？蓝思追倒不怎么意外，无奈阻止了蓝景仪大呼小叫，沉吟一二，对莫玄羽道：既然如此，一起到佛脚镇如何？此处离大梵山还有一段距离，路上还有好几个关卡，江宗主也在前面不远。如果你单独行动，可能会比较麻烦。听了这番话，莫玄羽总算瞧着正经了些，面露迟疑。云梦江氏，江城。蓝景仪翻白眼：难道还有第二个江宗主吗？江氏宗主江婉莹与夷陵老祖素有恩怨，这么多年来风调雨顺，大部分人都已经把夷陵老祖忘在脑后了，只有他坚信魏无羡一定会回来，从未放弃过用紫电抽人，执着得很，专一得很。此次天降预言，反应最大最夸张的就是他，几乎要把整个江家的兵力都搬到大梵山来。莫玄羽道：就算是他也没什么好怕的，我能应付。得了吧，你连刚才几人都应付不了。蓝景仪道：你知道江宗主带了多少人来吗？查得相当严格，一旦被逮到，没10天半个月你休想出来。而且据说还有10几条狗，放得漫山遍野都是。说着说着，他停了下来。莫玄羽的表情忽然不大对，五官像分了家，声音也古怪的抑扬顿挫。漫山遍野。蓝景仪顿了顿：怎么？你怕狗啊？哎，你这，哼，谁怕狗了？狗有什么好怕的？你说，不怕就不怕，叽叽咕咕的干什么？蓝思追趁热打铁：莫公子，还是与我们同行吧。莫玄羽皱着眉，似在艰难的抉择。视线从层层山林转到蓝思追和蓝景仪，再到身边那头花驴子，来来回回一阵，莫玄羽终于松了口。好吧，我跟你们一起走。不过我还有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你们家的寒光俊干嘛老看我啊？三人回头望去，数丈开外，蓝忘机还站在方才与蓝思追分开的地方，蓝家一众小辈的身后，动也不动，神情淡漠，眺望远方。没有吧？现在没有，方才却是有的。蓝景仪不屑：别胡说八道了，你长得很好看嘛，寒光君看你作甚？这也是我想问的。好了，别说那些了，你要是想跟我们上路，就去把脸洗了，别这样脏兮兮的，我看了都嫌丢人。许是蓝忘机那神秘的吉眼，叫莫玄羽有些心虚，同意在路上碰到溪水便将脂粉洗净。三人外加一头驴慢吞吞地走向姑苏蓝氏整齐的方阵。寒光君，蓝思追行礼：莫公子也去大梵山，一路上可能会遇到麻烦，我邀他与我们同行。蓝忘机动作极小的偏过头，琉璃似的双眸微微一晃，仿佛月寒山色共苍苍，正是看了过来。莫玄羽忙低眉顺眼的视力，头埋得老低，差不多要掉到地上，直到蓝景仪在背后拍了他一下，再抬头，蓝忘机已将目光收了回去。蓝忘机扶着佩剑碧沉的剑柄，不多言语，只是向前一步，淡声道：上路吧。姑苏蓝氏一行人北上，沿途在村庄城镇里打探消息。2日后，终于临近大梵山主峰。大梵山近月来风波不断，周遭镇里的居民接二连三丢了魂，怕有食魂兽或食魂煞作祟，引大批修士来登山参观。现有夷陵老祖在世之说，
山上倒是清静不少，山下热闹得像沸开了的水。仙门百家倾巢而出，与魏无羡有渊源的自不必说，没有渊源的重在参与。哪怕用剑比划2下，只要宣布了立场，日后也能分得一小杯羹，或在史书上留下一笔，稳赚不赔。